有没有这种感觉？晚上躺在床上，本来该睡觉了，脑子里却像放小剧场似的。今天是不是说错话了？那个同事瞪了我一眼，是不是在骂我？我今天怎么这么笨？结果呢，困到不行，但脑子就是停不下来，越想越清醒，越清醒越焦虑，最后不仅睡不着，第二天还是一脸生无可恋的样子。这就是内耗的典型表现，它让你呢像手机的后台程序一样疯狂地消耗内存，搞得自己崩溃又无力。好消息是，这种脑内小剧场是可以停播的。接下来我就分享3个心理医生强烈推荐的方法，带你走出内耗怪圈，重拾脑内宁静。第一个方法呢是建立觉察力，让自己成为第三者。内耗的第一步是你完全被自己的情绪跟思维牵着鼻子走，而觉察就是让你跳出自个儿，像个旁观者一样冷眼看待自己的内心戏。举个例子，你在工作中被上司批评了，脑子里立刻开始这种内心的小剧场。我是不是搞砸了？会不会被炒鱿鱼？完了，接下来怎么办？这个时候，你需要的不是跟着情绪起舞，而是停下来，告诉自己：哦，我看见了，是焦虑。原来这就是让我睡不着觉的罪魁祸首。我教你几个技巧。首先呢，深呼吸，不是敷衍的吸几口，是认真的吸4秒，憋住4秒，呼6秒，至少做10次以上。其次呢，命名情绪。我知道这是焦虑，我给它个名字，我让它现形。另外呢，别评判自己，焦虑就焦虑嘛，谁还没有焦虑的时候呢？你越是能觉察到自己的情绪，就越能跳脱出来，就越能减少被它牵制的可能性。第二个方法，调整思维模式，跟脑内杠精对话。内耗的本质是你自己跟自己杠上了。比如你考试考了90分，心里却想，为什么不是100分呢？你发了条朋友圈，没几个人点赞，立刻觉得是不是大家不喜欢我了？这种完美主义加灾难化思维，就像给自己套上了思想枷锁。下面几个思路可以帮助破解。首先呢，要识别脑内杠精，又在杠自个儿了，是不是太闲了？给自个儿找点事儿做。其次呢，要反驳杠精逻辑，90分已经很厉害了，100分只是运气问题。也可以呢，用幽默来调侃自己，点赞少，可能是大家手机没电了吧？用调侃和幽默打破这种杠精思维，你就会发现，其实呢，很多烦恼是自己在自导自演。第3个办法，管理压力，别让自己像 WiFi 一样24小时在线。你有没有这种感觉？下班回家还在想着工作，躺在沙发上刷手机，看到别人光鲜的生活，自己开始焦虑。即使身子在休息，脑子却像 WiFi 一样24小时在线。长期的在线模式会让大脑进入过载状态，导致精力透支、情绪崩溃。那怎么办呢？切断 WiFi， 断线重连。首先呢，给自己设定情绪休息时间，下班后不再看工作信息，设定手机禁用时间，比如吃饭的时候或者是睡觉前1个小时不用手机。另外呢，还可以创造放空时刻，散散步、冥想、
看一集搞笑综艺，都可以让脑子放空，或者呢，干脆啥都不干，就是发发呆，也是很好的办法。还可以呢，学习积极摆烂，有时候允许自己不完美，跟自个儿说没关系，今天先烂着，明天再努力。当你学会主动下线，才能够让大脑真正获得休息，精力才能恢复。停止内耗听起来像是一场艰苦的战斗，但其实并不需要那么强大的意志力。刚才提到的那3个办法会对你有帮助。总结一下，第一呢，是觉察自己的思维和情绪，跳出情绪怪圈。第二呢，是跟杠精对话，用幽默和逻辑打破思维陷阱。第三呢，切断 WiFi， 给自己设置断线时间。停止内耗的关键不在于战胜自己，而在于和自己和解。内心的平静不是靠斗争得来的，而是靠觉察、理解和接纳得来的。所以呢，下次你又开始脑内小剧场的时候，不妨对自己说一句：哎，行了行了，别演了，洗洗睡吧。You can do it， 你一定能行。拜拜。